来，各位，大家现在也已经看到了，在第一组的3位的比赛结束之后，王小利攻擂成功，率先进入到半决赛。下一组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他其实今年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小愿望，加油，没问题，没问题，就是他希望享受舞台，演好每一场。掌声欢迎徐志胜。大家好，我是志胜。给大家聊一下，其实上一轮我表现不好，差点淘汰，很凶险。要不是有黑幕，就真的淘汰了。我其实觉得我可以接受3轮淘汰，但我这比到第4轮，发现连小块都还在，我还是得在呀。上一轮小组赛3v3，我们组就想着田忌赛马，就先派出了下等马小块，麻痹一下对手。结果下等马超常发挥，赢了60多票。我和我另外一个队友自信满满上去，输了70多票。都怪小块激怒了对手。我和另外一个队友迷惑住了对手，他们打完都没找到我们的上等马，对手都懵了，说怎么下等马下面还有马呀？太棒了！观众也很懵，觉得志胜怎么会讲成这样？因为还是能天天都能刷到志胜去开房门的嘴炮的。这就跟上学的时候，你能理解一个人考30分，但你不能理解他天天熬夜学习考30分。那些嘴炮的观众们也都很善良，但是字里行间你也知道他是啥意思。就嘴炮下边还有人问说志胜好不好笑呀？观众说志胜站在那儿就很好笑了。还有人追问说那段子了，说哎呀看见志胜就够了。观众看我的心理就跟我妈看我是一样的，就她看我在节目里讲脱口秀，其实也不懂这孩子在干嘛，但看着就是开心。但我每过年回家，只要待超过3天，我也没干啥，她看见我就开始生气。我妈就不适合看线下。而且她还老是想知道网友都是咋评价我。当时我不是演那个戏吗？不是有很多评价吗？但他不认字儿，他就让我爸把那些评论都念给他。我爸也老实，就给他说网上都说咱儿子台词不好，说话有口音。我妈真的听完很着急，给我打电话说儿子，我觉得你台词没啥问题，我全都听懂了。我觉得他们都有口音，就你没口音。我能这么快乐，真的是因为我有个不内耗的妈妈。我现在来上海，我妈就很关注上海，经常看网上的消息。她也不知道真假，跟我说听说在上海得天天喝咖啡才能落户。跟我说这落户也太难了，啥人能天天喝到咖啡？我说打工人。因为我妈就觉得咖啡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小时候我家亲戚给我家送了一罐咖啡，我妈那平时都不舍得给我喝，那都是我感冒的时候才给我喝，效果特别好，病是一点没好，但人可精神了。医生当时还说生病了就得多休息，我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呀。我现在也不喝咖啡，我还给我妈开玩笑，我说这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我妈听完这想了半天，说啥叫原生家庭呀？我还得给她解释，我说就是家庭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伤害啥的。我妈就急眼了，说我生你还生错了呗？我说不是，你是养我的时候没养好。她说那没养好，你咋长那么大的？我说妈，刚刚这个就叫原生家庭。真的一般聊原生家庭都说上一辈有问题嘛，我妈说你不是上一辈有问题，
你是上一辈子有问题，你投胎没投好，你赖谁呀？我都急了，我说我这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是原生阎王有问题呀。原生阎王什么东西？而且我妈也不管这些什么新鲜词儿，什么哀人、艺人、农人、蛋人，在我妈眼里，在地里干活的就是哀人，骂骂咧咧干活的那就是艺人。农人、蛋人在我妈那里也很好区分，下地里种的就是农人，去鸡窝里掏的就是蛋人。我妈跟我说什么哀人艺人，嘴长你身上，该说的时候说，不该就不说，很简单的道理。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懂。我经常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有人过来合影，说没想到你私底下这么安静。我走个路能怎么不安静？我边走边给自己导航，前方50米左转。我觉得那些觉得艺人就该时时刻刻活跃的，就该学学我妈，要么学学英语，学过英语就会知道艺有时候可以不发音。真的，参加这个比赛也是，我妈说比好比坏跟种地似的，都有收成好收成不好的时候，但最重要的就是该下地下地，地不能让它荒了，地只要不荒，你就能一直当一个脱口秀农人。谢谢大家，我是志胜。等起来了，等起来了。制胜索票倒计时，再次掌声谢谢大送给家。每一次志胜在台上，他总能够赢得我感情的那一部分，他的真诚、他的表达、他的魅力吧，赢得了我。谢谢。因为志胜这一季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来玩，想跟老朋友们在这个大家庭里继续维系那种每个夏天的那种快乐和幸福感。虽然还没有磨到那种他最高的那个状态，但是作品很走心，有几个梗是很精妙的，显然是创作的时候非常用心才能写，也可能是被那些下等马逼出来的。反正我是感觉今天相对于这一季的前几场，他是作品是明显上来了一大截，所以非常值得给一个灯表示尊敬。对，哎呦，谢谢。我今天其实看了挺开心的。他说那个导航那个，我也特别开心。然后之前其实我看了志胜的开放麦的那个内容，其实我当时有点着急了。我当时还通过节目组，我还说，对，赶紧给他加油啊！你不能放弃啊，志胜，我都还在这个拼命的证明我自己是好笑的，你不能放弃，所以就给他加油。而且今天听说的是跟妈妈怎么了？就是跟妈妈要那个交流的时候有一点没有，我其实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我写这个也是因为我妈有很多事儿激励到了我，就比如说这次比赛就是。其实这一轮就是一直像罗老师说的，一直表现不好嘛。我没这么说，没有表现不好啊，我暗示了这个。你很含蓄的表达了一下，但我听得特别清楚。飞刀直接扎过去啊！其实我妈就是农民哪能不种地呀？这个脱口秀就是你的地嘛，你就每年都要地要荒了之后，你就彻底荒了。所以说我妈就一直说收成好收成不好那都是。分年份分年头，但是你要干的事儿就是要下地。志胜现在的心态已经没有包袱了吧？没有包袱了，现在稿子里都没有包袱了，还哪有包袱有啥用呀？不能没有包袱，不能没有包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自我认知啊，就是不要老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真的挺好玩的，大家都是发自真心的在笑啊。我也是觉得，因为我昨天讲开放麦。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观众在那讲的时候开始欢呼了。欢呼什么时候结束了？是因为吗？不是，我终于结束了。没有。对，讲段子的时候，好久违的感觉呀。但是那一刻还是觉得，说这一季再多的那个啥，但那欢呼那一下，我真的是觉得值了。我真的就觉得我回来的意义达到了。谢谢观众。好，志胜休息。谢谢。志胜那个相声嘻嘻哈哈，他是有深度的，而且他表达的很隐晦和温和。
所以这个往深刻了讲，就是我们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读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知识，带来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新型烦恼，那你这个书不就读偏了吗？所以我觉得他那个作品试图传递的深意是说，像他妈妈那种比较简单的看待世界，然后把该做的事儿做了，不该事儿做的不做，然后剩下就都不纠结。我也会给我妈说，我说这2年脱口秀自己都没有一个好的成绩，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认可。本场的晋级名单，虽然我在这个台上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给我妈还是展示了一点委屈。然后我妈就说：“那种地也是这样，那多少人在地里施肥、去拔草、去打农药，然后去收割，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看天吃饭。”我妈就只有这一句很朴实的话，她说：“这个你不种地怎么办呢？它不好你也得种呀。”这个事情其实很好理解。我将来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达到像以前，比如说以前在这儿，我不确定能不能超过这儿。但是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我横向的也是停在这儿了。我现在是纵向的是达不到，但我横向的在往前走呀。人生的维度为什么只有高度？这是有长度的呀。我曾经跟鸟鸟聊过，我说在这个台上，很多人会担心失去很多东西，但其实我们不是失去了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没再得到。下面这位朋友，聊过好多职场的事儿，什么外包啊、群面啊，在职考研究生啊，是，好像职场给了他很多的困扰，但是其实除了职场也有困扰。掌声欢迎侯志远。Hello， 大家好，我是侯志远，我就是刚才志胜说的另一个队友啊，一起输了70多分，很焦虑。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我平时喜欢刷短视频来缓解焦虑，但我发现有些短视频，它标签写的是对抗焦虑，但你看完更焦虑了。起一个标题叫什么“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整个视频就在介绍他的名校经历、大厂工作、环球旅行。视频结尾，他跳出来跟大家说：“其实这些不重要，做你自己就很好。”说实话，刷到他之前，我只是单纯的焦虑，刷完直接崩溃。整个视频翻译过来就是：“我过得很好，所以你别焦虑。”我焦虑是怕你过得不好吗？谁会看到别人过得好就自己开心了？范仲淹吗？只有他后天下之乐而乐。哎，每次看到这种精英博主的视频，我是真难受，因为他们报喜不报忧，这不是给爹妈打电话的思路吗？咱也没到那层关系。我说你是一点忧都没有吗？真正的精英不是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吗？你多少给我报点忧呢？我就爱听这个 ，I love you。关键我一直点击不感兴趣，选择原因是内容引起不适。平台还是给我推，感觉这是他们新出的功能，叫猜你膈应。我不爱看这些，是因为我总忍不住跟他们比较，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爸妈小时候就一直让我跟别人家小孩比，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看人家。我中考失利了，看看人家；高考失利了，看看人家。直到我考研去了北大。谢谢。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出去看看人家了，可以回去看看家人了。但是我发现学校里更逃不开跟人比较，我以为北大是我的世外桃源，没想到桃源深处有人家。哦，这个好。我在我的本科复兴矿业学院啊，就算是一个聪明的人，跟北大的同学一比，算是一个聪明的猴。我缺的都不是文化，是进化。哎，北大有些课程是全英文授课的，跟不上。我能听懂一点，
但不会说。我能接收信息，但传递不了信息。我的英文水平有很强的保密性，就感觉我是老师的好闺蜜，无论她告诉我什么，我都不会说出去啊。哎，有的时候听都听不懂了，但也不好意思问啊。当然我也不会问啊，我只能四处观望，想找另一个猴。突然跟我同桌眼神对上，我都要感动哭了。我赶紧过去问他，我说这讲的啥呀？他说对呀，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我决定换一批同学，比上不足，咱就比下有余。我决定去蹭大一本科生的课程，不是很顺利，属于降维被打击。我去听的是大一的计算机基础课，那个大一的教室里坐的都是各省的高考状元和我。我们分别来自光华管理学院、信息科技学院和复兴矿业学院。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老师讲的第一个知识点，居然是电脑的开关机，给我听懵了。我说这不是网管的技术吗？老师的解释很感人，他说因为有很多孩子是从山里考上来的，这堂课有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接触电脑。既然我们叫计算机基础课，就要从基础讲起。给我听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震撼了。我没想到北大状元不过如此。听完我就决定逃课，走之前还跟我同桌说，我说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这讲的。连续逃了好几节课啊，因为鼠标我也会用，打字也很熟练。一直到了期中我才去听第2节课，已经讲到人工智能了。这是什么学习速度啊？开学刚走出大山，半个学期走进硅谷了。我感觉一堂课下来，我们班已经完成了社会分工，他们负责智能，我负责人工。毕业我就去当网管，因为我就学过开关机。学不过，我想那我就比玩啊！我有兴趣爱好，我爱爬山，我曾经登上过第1高峰啊，阜新第1高峰啊，叫乌兰木图山，海拔831米。咨询报名北大的登山社团，说现在报名可以参与寒假活动，攀登可可赛级门峰，海拔6178米。我强装镇定问我说有缆车吗？我没想到社团活动我也跟不上，我不死心，又问了一下明年的寒假活动是登珠峰。我说按这个强度，你们后年是不是要登月？这怎么不从基础开始教了？你不考虑山里来的孩子了吗？他们老家的山难道叫喜马拉雅山？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梦到他们开始全英文登山。这帮小天才到了山顶，突然掏出电脑，开始学习计算机技术。看着周围飘过的云层，一拍脑门，哎呀，我学会了云计算。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能看出来。因为我学不明白，也玩不过，感觉心里很受挫。我就打电话预约校医院的心理咨询，老师跟我说心理咨询要排到2个月以后了，因为现在大一入学的新生差不多都得抑郁症了。我真是服了，怎么得抑郁症的速度也比我快啊？这是真精英啊！先天下之忧而忧了 ，I hate 忧。读研期间处处受挫，没有任何存在感。我从学校带走的只有毕业证、学位证和抑郁症。找工作也不顺利，朋友劝我做自媒体，说我好歹有个学历。我说我这个状态能给人家分享啥呀？他说你得包装啊，谁知道你实际啥样？你先发个帖子试试呗，标题就叫那个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我不想欺骗自己，我说比不过就比不过吧，焦虑就焦虑吧，因为其实这些不重要，做我自己就很好。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目前锁票倒计时，谢谢，谢谢。
范老师没有拍，哎，原因是啊，没有拍啊，就这对，我就觉得他前面很多包袱还是很精妙的，就是说，我觉得演员上台了，信念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往往不拍都是因为自个儿的信念垮了，信念感很重要。对，其实我觉得刚开始还挺好的，前半段非常精彩，它有很多小点我很喜欢，I love you， 然后那个猜你膈应，对，这新写的稿子吗？对，就感觉像是一轮一轮磨稿子，然后前半段已经很精致了，然后到后边还没弄完就到比赛的日期了。我的感觉啊，不一定对，对，明白。所以就很遗憾吧，说实话。如果你全程都不好的话，我还轻松一点，对，因为前边非常精彩。其实从设计上还不如倒过来，就前边不怎么样，大家听的啊有点这样，后来哎突然精妙起来了，可能就拍等了。不是自个儿什么感觉？你感觉刚才演的时候？会挺紧张，对，有点紧。我想给志源打打气。嗯，其实我是中间就想拍，但的确因为现场当时气氛有点沉，我找不到拍的那个口，所以我最后毫不犹豫给你拍了。谢谢罗毅老师。志源，你这段其实非常好，文本是很好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有时候，因为我们只是线下此刻大概有200多个观众，可是我们不是只给线下我们这些人演，你未来会面对2次传播的时候，会有线上1000万以上的观众，还有它在线上，我觉得一定效果会是好的。还有就你的很多的表述，它都是非常好的表达。谢谢罗毅老师。所以有些时候，如果线下某一场的好与不好，它其实真的不能够决定这个段子是不是垮掉还是顶。其实它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巧或者不巧，但内心那个定力一定要有。好所以我的当时毫不犹豫的给你拍了灯。谢谢罗毅老师，谢谢。其实侯志远讲的这个有普遍性，就是这种焦虑，各种各样的信息，就是那看短视频那种，然后本来你想解忧，结果他更给你添堵啊。现在心态会好很多了。对，其实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找到自己最擅长的内容，是所有的脱口秀演员一定都会要面对的一个过程和问题。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侯志远，谢谢。同时，智胜回到舞台。在上一轮，他们是一个战队的2匹马，来看一看这2匹马跑的结果是。谢谢。智胜265，要继续等待，而侯志远要进入到待定区。侯志远203票，我的天哪！我从没想过他会拿这个票数，但是作为一个今天只拿了225票的人，看见侯志远演得不好的话，可以说是心里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安慰吧。值得嘲讽，值得嘲讽。我就是预期是2轮嘛，储备也是2轮嘛，过程中确实锻炼出来写稿速度了。然后之前我写一个怎么也得1个月，现在这个就1周2周这种。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对，但确实还是得练，就是这个感觉。